严正声明，今天这个地儿是他哭着喊着要吃的，绝对不是我招待土鳖海龟的水准。大家好，今天我们吃肯德基，开封菜，开封菜。他不懂，他哪懂我对肯德基的感情？我要吃我小时候最爱吃的原味鸡，我要3角区域，我还要吃土豆泥，我还要吃辣鸡翅儿、蛋挞，嘿嘿，这都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它现在出了好多新的，东西，我都小时候我没吃过的，我就不想，像什么这个卷儿那个卷儿，黄金鸡块也可以吧？可以。你再来馅儿2颗鸡翅，好，该有的都有了。好，这就是回忆小时候，你不懂，你真的是不懂。我小时候也爱吃。我跟你说，小时候、高中的时候、初中的时候，但凡和我吃过肯德基的，那都是有一定水准的朋友。吃不起，我上大学的时候吃一顿肯德基都是奢侈。所以40岁了还能和我吃肯德基、麦当劳的，那绝对是最对，还是小朋友，但是还是最好的朋友。好了哈，哎，土豆泥儿，土豆泥儿，对，芙蓉鲜蔬汤，我不要。玉米粒不要。你爱吃肯德基还是麦当劳？小时候只吃肯德基。小时候肯德基真的是在我们心中是非常难以逾越的水准。麦当劳唯一吸引我的就是那个有鳕鱼堡。我从去年才开始吃麦当劳。美国的麦当劳还能勉强吃，但是美国的肯德基就是属于那种美国本地人都嫌弃的那种。对呀，这是我你激动的心，颤抖的手。你知道这个原味鸡怎么吃吗？我就是直接吃。我都是蘸着土豆泥吃，白嘴吃一个土豆泥。美国的土豆泥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这个酱特别多啊，这个酱少就很多，一大碗酱。怕是小时候那个味儿。味是没变。那么你说你美国，你想吃啥？你想什么？我想吃 In and Out 汉堡包，老好吃了啊！那你好意思笑话我馋这个？不是一个味儿，那个是蔬菜和牛肉，健康 protein， 英文好吧？今天会的那点英文词儿全都用上了。我的英文全部都是点餐，因为你不硬学你就饿死了。说你那点英文作业是在美国硬学的吧？就是为了生活硬学的。去美国之前一点都不会。也不至于一点都不会，但是英语就是控制在50分左右。我的成绩很稳定。但是人家很厉害啊。在美国赚了第一桶金，靠美甲赶上好时候了，靠美甲赚了第一桶金，很厉害。当时正好赶上好时候，现在还靠那第一桶金请我吃饭，然后吃老本了哈，就是说这第一桶金的桶很大。对。但是呢，说句实话哈，你英语要是好的话，你能赚的更多。有更多的机会，对，去从事，去赚老外的钱，高端一点的行业，有机会去报社。有机会去航空公司，就不是说这个工作多么的高端，但是就是是不是正规一点，你的未来是有机会有保障，对，比较长远，然后你接触的人是不是也就不太一样？你知道现在我看有很多就是做美甲哈，就专门是开在比弗利。那边就专门赚老外的钱。我觉得以你的这个审美，要是英语好点，他绝对吊打本地的那些什么越南水平，做那个指甲都这个样的。对，你要开店的话，你必须要英文好，因为你要租房子，你要跟房东交流，你要卫生要求很高，你还要报税，这都是专业术语。然后你如果英文不好，有人来检查的话，你都交流不了，然后他就会，如果他说要给你关店，那你就只能受着。所以没有这个能力去干这件事。所以出国不管是留学还是生活，英文很重要。很重要。
从小学的英文的问题就是张不开嘴，对，没有机会。然后还没法跟人干仗，对，最讨厌就没法这个跟人干非常仗。重要。我有一次我记得特别的清楚，我去比弗利点了一杯 Mocha Frappe， 我说 No ice， 他给了我半杯，的饮料，因为我跟他说我要去冰 No ice， No ice， 他就给了我半杯。如果这个在中国，我就跟他一干到底，但是在美国我就很无奈的就看着他，然后他就是这种就你能反正你就要怎样反正你就不要冰。然后我就拿着走了，就是窝火、生气，他歧视我。为了防止你以后还窝火，要给你介绍一个学英语的非常好的平台，叫 iTalki。我现在学不进去。现在首先岁数大了，记忆力确实有问题了，而且没有这个条件，没有这个环境。来，我给你展示一下。它这个 iTalki 吧，我上次上了个那个体验课，它是1对1聊天啊，就是它并不是说那种很枯燥，就是那种，它是1对1聊天。你看，你可以预约老师，然后你可以找老师。它有很多语言。好，然后我们选英语以后吧，你知道还可以选什么吗？我想选语法，甚至商务专业术语，你可以筛选。它有那种医疗的，或者甚至应试的，就那种考雅思，可以考学一些场景类的，针对性的学。然后我觉得它还有一点特别好的一点呢是，好便宜啊！是我看到钱了，8块钱，8块美元。8块钱，你就比起你上那些课就很便宜很多。它至少是1对1的嘛。对，它1对1的，而且你知道它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比如说，我来上这个英文课，我可能就会想选这个老师，就是他就会说英语就行，因为我能听懂他说话。但是像你，比如说你本身就听不懂他说话的情况下，他也会中文，你还可以筛选，同时会说中文，还可以选语音语调。对，你可以母语是美国的英语，还是英国的英语，还是加拿大的英语，它口音不一样嘛。口音不一样。你有的时候你想要去学一个英式英语 ，What may I have a bottle of water？ 我听不懂，你就得选这种，就是还是可以这样，选择性很多，对，选择性特别多。我那天上这个课，我觉得特别好，因为他旁边吧，上课的时候他老师做笔记。你看我跟他聊完了以后吧，他不是单纯的就是跟聊天，你跟网友聊天你肯定不一样嘛。他做笔记，有针对性，他会说，哎，你这句话表达的我觉得不是很好，不准确，你怎么说更好？是用手机直接上课的吗？还是必须要什么电脑呀，什么乱七八糟的？他这个咱们现在看的是这个 app 嘛，他就可以直接在 app 上选课，然后也可以拿电脑在家里。它是一个 app， 对，它是个 app。然后呢，它也是可以在网页上用电脑直接上，就你随时你在家也行。像咱俩在这个肯德基吃一半了，哎，我就约的课到了。怎么点肯德基？马上就能学。哎呦我天啊！饿不死。想要多看一看。你看这老师帅不帅？你看有点帅，有一点帅帅的呢。你可以选择根据你的这个喜好选亚裔的，或者是非洲的、黑的、白的，他反正你有3万多个老师可以选。贵吗？不贵，8块钱，8块美元。对，我看到刚才8块钱。不同的老师价格不一样，他30分钟5块钱，5块钱更便宜。45分钟7块钱，60分钟9块钱。他就是可以根据你的时间，然后根据你的，比如说随意，对。像那种什么白领呀，对，我今天就只有半个小时，我想学，然后宝妈，对，哎，都可以，对，所以就是没有理由让你不好好学了。是我那个时候就没有这种东西啊！我要是那时候有这种东西，我现在家大业大，我请你吃肯德基吗？我把这个店给你盘下来，我现在下来啊。那他是怎么是要注册，然后订阅，然后还要充值？不用，他一次的课就是你上一次结一次的钱。对，你就比如说充10块钱，你不怕他跑了？不怕，对，上一次结一次。对，最怕的就那种你还得订阅，哎，我一下充5杯，充3000，对，你用的时候也有压力，你知道吧？对，活到了，学到了，iTalki， 学起来。对，点击下方链接，输入罐罐专属优惠码NEWBIE5，享受首次购课满10块钱。减5块钱，也就是最低只需要花5美元就能上一课哦，好好学。这样等他英文学好了，来美国印安管够啊。我要是学的再好一点，可以选别的吗？
吃点更好的。那得看你学的程度。我好好学，我好好学，也有可能在我这个年纪，我闯出一片天来啊，你就不需要我了也是有可能的，嗯对吗？对，也有可能。英文很重要，学英文学英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姐们儿非在常重要。姐们儿在美国摸爬滚打了多少年？10几年吧，10年。小10年了吧。所以他说这个关于语言，他在美国非常重要语言吃的亏，因为语言不好吃的亏，他最那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无法跟人家干仗。我跟你说，我学英语好，突然间变好的一个转折点，就是为了要跟人干仗。我现在脑子里还有一串的英文骂人 rap，就是万一他妈的哪天在街上有人给我来个种族歧视，我直接骂呀。种族歧视很严重，很然后平常就比如说你去停车，他跟你抢停车位，如果他知道你是一个华人，他跟你抢，就是你骂不了他，对吧？你也不能让他就是退出去了，就是他就是摆明了欺负你。然后再讲一个故事啊，就我去点那个 Subway， 200位不会嘛，英文不会嘛，但是他的那个架子里都摆着各种各样的，就是你可以加什么东西。中国人刚去，你英文不会的时候，你就会说 this one and this one， 然后那个服务员就跟我说，请你说出他的名字。其实我说就是这，他知道我点的是哪一个，就是那么几种，但是他就会故意的说，请你说出他的名字。然后你说就是你说他也没说明着说跟你种族歧视，对他就是让你难受。但是你就真的很难受，就是我后来我就不吃了，就是诸如此类的这种事情，它会贯穿在你的生活当中，因为你在那个环境里面，你就会学得更快。但是你首先要进入到那个环境里，你如果一点都不会的话，你连环境都进不了，你就只能 this one and this one， that's all， 大操，对吧？然后你后来在美国是怎么学的英文？我去的 college， 花钱很贵，是读的语言学校是吧？对，语言学校自己挣钱了，你才有那个钱，因为很贵，就是你要挣到钱，你才能去学校。那你就是边工作边学习，学了2个学期，听不懂，因为是就是老美给你上课，就是他全部都是生词，你没有机会去。你去选你想要学什么，他给你讲什么你就讲什么。他有一节课就是讲的那个辣椒，我那个时候已经去了美国，应该有3、4年了吧，我才知道辣椒的英文怎么说，因为你用不上，我不吃，我用不上。然后你就整个一节课全部都是你都要用那个小机器嘛，他不让拿手机，我就买一个那个翻译器，你这一节课都在翻译他说的每一个单词，就很浪费时间。学了几节课之后我就放弃了。有人就觉得你去了美国以后肯定上他们的语言课啊，什么就好了。你根本跟不上，你根本学不会，就是你要有足够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而且你知道，就那种课吧，它是大课。对，大课，它不是1对1的，20-30个人吧，20-30个人，而且每个人水平不一样。对，我刚要说每个人水平不一样。我有一个同班同学比我小10岁，然后那个小女孩就是从1年级、2年级、3年级，可能一直读，然后到什么大专呀、本科呀，然后慢慢往上读。然后还有一些大姐，就当时都已经40多岁了，就是生过孩子了，在那儿就是没事，平时没事，然后去学个语言，就是水平都特别差，就是那种就是浪费时间。就是硬让你去背一些你生活当中用不到的东西，你就背不过。你不像你比如说吃的东西，我不会，我就吃不上，那我就要硬学。你有动力去学，你有机会去学，你每天都要吃饭，那你学一学就会了。就是点肯德基什么。你记不记得你上那个课多少钱？很贵，我记得应该要小$2000，那你上一学期，那你上的还是挺好的那种，它有那种 community college 里边的有免费的课，但是那种课免费的不行，听着也头疼。而且免费的是他对你的这个身份有要求，不是你随便去了你就能去上免费的。那你比如说学生签证，对，或者这个你是学生签证你就上不了，因为你是学生签证，你就要去你申请的那个学校去学语言，你不能来学免费的。那你觉得你回国这么多年？你后悔吗？你想回去吗？回美国吗？我觉得我回不回去，其实就卡在语言上了。就是因为英文不好。如果我英文好，我就不会回来，因为你会有很多机会留在那儿。真的，就是我刚才说的，我的报社、我的航空公司，我都有机会去。但是就是这个机会来了没抓住。对，就是你有这个资源。
对，有资源，那你当时人家怎么是也不敢要。为什么要去美国呢？这是为了认识我吗？是命中注定。就是刚好大学毕业，然后就申请了研究生，但是我申请研究生去要先读语言，然后你申请了美国学校的研究生。对，我申请我都过了，因为我是本科直接读研嘛，就是很顺。当时的语言是3个月$24,000，然后如果你这3个月没有考试通过的话，你就要再读3个月，也就是说我在语言上要花很多很多的钱，而且你去读研全部都是就是专业术语，不是你生活当中的，对，就是你专业术语不过，你就再花3个月，再花2.4万，就是我不是那种就是家庭条件那么富裕的，能够让我就在那你学吧，你学不过你就继续学，我做不到，那我这3个月我就压力很大，就是语言确实是通过不了，也没有足够的钱，就放弃了，就没有再读研究生，就下海了。一切的下海没干嘛，就是做美甲。对，但还好是人家技术啊也肯学，然后审美也都在。而且在美国还有一点就是，不管你想干什么样的工作，你都要有执照。你英文也很重要，你英文不好，你考不下来这个执照，你就无法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要求很严格，所以归根到底还是要英文好，还是要英文好。就是你至少有基础的情况下，你去学那些专业的术语，你就能学进去，简单很多。就是你的理解能力啊，包括你的记忆啊，就是方法呀，就是能帮助你。我当时考执照的时候，就是因为英文不好，非常难，非常难。然后花钱请了个翻译。因为英文不好，这多花多少钱？那个时候花钱请翻译很贵，$500，我请了个翻译。之前去过一趟欧洲啊，去旅了个游，就这么一点点英文的水平哈，在整个那个团里啊，就是那个翘楚了，就已经是就这么一点点，但是就大家都扒着你了，就仅限于这么。如果你真的在那里丢了、迷路了，还是不行。所以为了我们更好的去看世界，你把英文稍微学一下，出去看一看、走一走也挺好的。就是我从小其实我也是这么想，但是我没有做到。就是如果我的孩子，我会要求他，你可以什么都平，但是你的英文一定要好。对，就是你看现在就是有翻译器，至少要是在这个水准上。对，就是你有翻译器，但是你如果真的有这种需求的话，你不可能你就对着这个翻译你去跟人家。我跟你说，我特别不喜欢翻译器这个东西，因为我就看有时候有些人拍哈，拿这个翻译器说，我跟你用这个翻译器交流行不行？然后又怎么着？第一也不礼貌，第二我觉得人家你光这么翻译来回来去耽误人家时间。对，在一个那么忙的一个地方，你还得一会儿来一会儿去，一会儿来一会儿去。就是你不可能随时随地你就拿出个东西来翻译，你肯定不如你张嘴来得快嘛。对吧？是赶上好时候了。对，赶上好时候，的确是赶上好时候了。我觉得在美国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只要肯干，对，你只要努力，你肯，但是你要有执照。你要英文好，考出执照来，你才有资格去努力去吃苦，不是你想吃苦你就能吃的。就是要不然就是那些就是不是很体面的工作，那种赚钱就是不踏实，对，你的生活不踏实。你要有执照，你在工作的时候你不需要担心人家随时来查，你要从后门跑了那种，对吧？所以但是的确我是觉得美国的好处就是你只要肯干。只要肯努力，就不管你工作，咱们不分高低贵贱哈，就算是那种不体面的工作或者怎么着，你只要肯干，他都能赚到钱。而且你去到那里，你会觉得学语言是一门最简单的事情，是一个最简单，就比你出去打工挣钱，比你去干什么，就是它最简单。你先把最简单的去完成，然后剩下就是有太多的机会，就是你只要肯吃苦肯干，就是你的机会非常的多，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因为美国人懒。对，非常他们很懒，你有能力你随便挑，你想干啥都可以。但是现在美国已经咱们再观望观望，再观望观望，不安全。而且过了好时候了，过了红利期了，但是还是有一堆人想挤破头出去，就是因为有一堆人想要挤破头出去，而这些人全部都待在华人区，那么你的机会就都是中国人。如果你的语言好，你就可以跳出华人区，你去到那些
老美区，对你可能挣的钱就，如果你只是想挣钱，那你就挣的钱就更多，你的机会就更多，因为他们不会说，他们就去不了。那你又有能力，你语言又好，那你就可以跳到那些，就像你说的比弗利那些地方，可能我在华人区我干一个活25，我到那儿就是200了。就是这种区别，而且外国人其实他想法比较单纯，你如果真的给他做得好的话，他的小费也会的确是很高。你只是为了赚钱的话，那肯定是先花小钱把这个语言学好，然后你去到那里就可以挣大钱。咱们也见过很多就是待在华人区的嘛，其实对，因为华人太多了，你都不需要语言，吃喝拉撒什么的完全不需要一句英语。除了你花的是美金。其他所有的都跟你在中国是一样的，大家都勾心斗角，老乡骗老乡，这种事儿很多很多。中国人专骗中国人。对，你往外这个是我们都是吃过亏的。对，就是虽然它有种族歧视，但是种族歧视还是好人多嘛。对，你去是，这都是我们这么多年在国外生活的。真实感受哈，咱没有，就是咱也不吹不黑，不什么不踩不拉踩，对，不拉踩，就是事实就是这样的。毕竟生活了那么些年，但英文真的很重要。就是你英文不好的时候，你出去办任何事情，你可能都要带一个人。比如说我要带你去，我还得请你吃顿饭，是吧？表示一下感谢。哎呦，那这顿饭我就吃的有点。我们吃个蛋挞吧。国内肯德基的蛋挞真的很好吃，因为它在千禧年左右吧，花了上千万买的这个秘方。是吗？我对于普式蛋挞的这个开门砖敲门砖就是肯德基的，然后从此以后吃哪儿的蛋挞我都觉得不好吃。土鳖啊！我给你买好吃的，我表弟给你买好吃的。我唯一吃甜点的这个机会就留给这一块了，因为我这个吃完了我也能顶好几天。这半行了。好了，尝味儿行了。那里边还是确实挺好吃的，真的很好吃。有点小了，现在感觉。10岁以前，我为什么记得10岁以前呢？我妈不是每周做礼拜吗？然后做礼拜每周日那中午他们就回来做饭就来不及嘛，我每周日都要去选，都要纠结我是吃肯德基还是麦当劳。太幸福了吧！但是，朋友们少给孩子吃这垃圾食品。给我裹的性早熟，11岁跟这个没关系，11岁就来月经了，这个是遗传。然后我就再也没长个儿。遗传，别听他的，放心吃就行。我们家没有这么早熟的，那个年代都早熟，我也是11岁，我还没吃呢，没捞着吃，哦呦，倒霉了，没捞着吃，咱俩没捞着吃啊，那也是11岁，不怪肯德基，不怪麦当劳，我是喝喜乐喝的。那你也是垃圾食品，都是垃圾食品。这个不好吃。不好吃放下吧，别浪费，别占肚子了，赶紧放回去了。好了，可以了。因为他晚上还要带我吃大餐。你这回来我就带你吃这个的面子，就是有点就是拉不下来脸了，给你脸了。哪能就吃这个东西，真的是。Original chicken wing。英文说的真好。怎么样吧？你就说，我就在点餐这方面，你说怎么样吧？可以。他能不能听懂 ？No。那不能给我拿错了吧？不是这是那个，这不能给我拿错了吧？哎，可以。应季没办法 ，ketchup，你看，我跟你说，他这一个 ketchup 就已经打败99的人，因为一般人去都说tomato sauce， 都说tomato sauce， 这叫 ketchup。哎，你这一下就是你一听就是在美国摸爬滚打那么多年，就是你不会，你就得应季，对吧？你怎么办？你要不你就干吃薯条，蘸不了酱，咽不下去都。哎，他也是过苦日子，在美国。刚去的时候1块5的面包不舍得吃，5块钱的奶茶根本就喝不起。你会算吗？5、7、35，操，35一杯奶茶，1块5一个这么大的小面包，就是10美金。那个时候是11年，我天，10块钱买个面包啊，不吃。10块人民币买个面包。那你那个时候你就会换算嘛？你就1块5，你就刚去的时候都换算。刚去的。我原来刚去英国的时候，那时候是汇率最高的时候，1比15。然后呢，我因为英国天冷嘛，然后我妈就跟我说，你不行，你买个盆儿，泡脚盆儿，然后每天就是放学泡脚，就是因为英国太冷了。
然后我好不容易这个盆儿这个东西首先就很难买，你知道吧？就没有卖，没有这个习俗，泡脚这个事儿，对，人没有。然后呢，我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地儿买了个，想说买个盆儿，然后一换算1:15，100人民币要买个盆儿，我就想着我整个学院也不用不一定非得泡。我们俩现在经常就是忆青春，就我们俩在美国的时候太奢侈了，太吃力了，真是太涨点了，太涨点。你说那时候买名牌包那些钱，你现在在美国你都不敢那个样，你就被抢了。没有开好车，他有背好包，还是有那些超级无敌富二代，还是这样哈，还是我觉得现在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我有我就买，我就闲，但是你现在你就得收敛点了，对，太乱了，对，是这样的。打砸抢，零元购，吓死了。他那天还跟我说，他朋友家，他爸下楼看着有一个人坐在他们家客厅嗑瓜子儿，然后吃薯片啊，吃薯片。老莫进家里了啊，跟自己家一样，随便吃，吃完还把空袋放那儿，然后走了。然后说走了就走了吧，一会儿又回来了，又开始吃。我说可能觉得你们家零食太好吃了，太多了，没吃过，像小老鼠一样的。啊，现在美国是真是乱，真是乱，因为经济不好嘛。我跟你说，咱们在那段时间就感觉就是经济上扬，然后就是经济特别好。国内也是经济上，全球都是经济上。就是疫情以后，就是感觉整个就不行了。哎，然后跟大家聊个，你是没打过国产疫苗是吧？我没打。我有朋友跟我讲说，打了疫苗以后，现在导致男的吗？男的，就导致就是做不到了。而且很多人都这样，对，说现在它是攻击你的免疫系统，然后有些人就会体现在这方面，有些人就体现在这个过敏，鼻炎就是跟过敏有关，皮肤病什么的，就是很多，还有肺，就是我同学打完之后直接肺炎了，然后另一个同学打完就是荨麻疹，就是每个人反应不一样，明显的身体发生了变异。我没打。我看有些人还就是比如说一夜白头啊，然后腰痛，就是这个。但是我这个朋友要有一个点去释放它，他要攻克你一个，就是废了你。废了你。所以然后我这哥们儿就跟我说这方面。不是周围的年龄没关系，他就是他年轻，他年轻，就是打完疫苗就他周围这一群男性朋友都感觉到就是老登力不从心了，但是他并没有到老登的年龄，你知道吗？就是一下子断崖式的性萧条。我说他老婆原来害怕他出轨，现在害怕他出家。今天早上我们去吃那个我们青岛湛山寺的很好吃的素食包子，然后排那个大队那么多人，然后人家李漂亮和我们的好朋友老高为了吃这个包子特意办了个皈依证。他是老高是小时候就有，我是后来，我觉得我总去，然后呢每次去10块钱，办个证就不用花钱了。100块钱，你办个证100块钱，然后但是因为他们去吃那个吃的很好，以前包子还是要花钱的，包子要花钱，但是他就是进门票，因为它算是个景区了嘛，我就要10块钱，他们就不要了，就去10次其实就特意姐们为了吃素食包子办了个皈依证。你不像老高，他还高中我看他那个皈依证16岁就办皈依证了。但他那个包子真好吃。我也有信仰，是我就是放在心里了。你啥信仰？我也像你说的呢，我觉得这个神他在哪，他都是你和他有链接，对我很尊敬。但是我也不会去念经呀，什么天天去烧香，我不。但是我很尊敬。我去到拉萨，我看到释迦摩尼12岁等身像，我呜哭。我们去了2次，我只要看见他我就哭，就是我自己都觉得很神奇，为什么？感动，有这个连接，然后我觉得你是有灵气的，你不知道？我觉得是，就是我看到他我就哭，就是你是无法控制那种激动。但是其实我也不认识他，对吧？我也没有念过经，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进到那里我就很舒服，就像我说我喜欢去湛山寺，我进去我就很舒服，我就晒晒太阳，吃个面，吃个包子，我就很开心。玉兰花开的时候，下个月吧，老美了。哎呦，又开始了，他这个劲儿又拿上来了。这学表演的原来，对，你原来学的什么表演？
音乐剧专业的，我是。今天富贵看我们俩的影片，跟我说，李漂亮原来是演小品的吧，小品演员吧。我是呀，是2月2，楼开头，大师就说要手写心愿，这样才更容易显化。我昨天写的心愿的最后一条就是啥？最好是来一笔不义之财，或者天上掉馅饼。这个真的这么写的，你写出了大家的心声。我真的，人家说写就显化，我诚心诚意的。我觉得有些人是他嫉妒你，他不想让你过得好。但我的几个好朋友发财，几个好朋友养我，都是想要说你赶紧发财，我赶紧过得好。对，我现在我也不买包，我也不买鞋，我也不买车，我也不买表，我就是吃点哈点。行。那你下次在大师让你写的时候，你最后一条你别掉下边，你让这个馅表掉我头上。我回家把你名字加上。你加上。对，就把我名字加上，说让他发财也行，掉个渣渣也行。对，多少给点儿。对，点什么你说吧。我不知道。今天就到这儿吧，今天的节目就播放到这里啦，欢迎下次收看。我跟你说，我们俩还是得英文好，我们俩去挣钱，就是 iTalki， 学好英文。不用，那他这个他得给我5万，你不用一直说他，你告他，不用说他，叫他给，你告他只要再给点儿，真的。点击下方链接下载 iTalki， 使用罐罐优惠码NEWBIE5，前50位用户可享受首次购课满10美元立减5美元的优惠，也就是上一节1对1的英语课只需要5美元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iTalki 轻松学英语，快来试试吧。